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接着这个昨天的这个课程继续讲那么首先呢，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每一次听课的时候，或者是烧香拜佛的时候，或者做任何一个善事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发菩提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发菩提心虽然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修完了但是呢，这个就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一辈子就不需要再修菩提心了。那么这个菩提心呢，我们任何时候的只要大作只要有行善的时候都要修这个菩提心，是不能离开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首先也就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多讲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菩提心简单的说，我们就是下定决心我们要成佛。那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为了利益饶益所有的众生这个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理想化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也就是我们只要不放弃自己努力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总有一天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我们要发这样子的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重要。接下来就讲今天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课那我们今天这一次的我们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我们分了这个3节课来讲那第一天呢，就讲了这个观想的方法观想的方法也是非常的重要观想的方法我们讲了1节课。然后昨天呢，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观想的后面的一些观想的内容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它的后面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修行的方法最后的一部分。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百字明的修法呢就圆满了接下来大家要修那么修的时候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除了我们去这个持咒念这个百字明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4个对治力4个对治力4个对治力就是它的前提的条件也就是我们忏悔的这个前提的条件，只要有这个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才能够忏悔所有的这些罪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嘴巴上念，实际上心里没有这些对治力的话那光是念咒有没有用呢？当然也有用当然也有用。比如说我们没有时间打坐，然后走路的时候坐车的时候，这样子的时候呢，随时随地也念咒这个念咒呢也是有功德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很散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办法静下来，所以就是很多问题呢不能很专注的很专心的去思考，所以这个效果就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也是有功德的那么我们这个最好就是大坐就在坐上修那我们昨天讲过了，首先我们观想金刚萨埵观想金刚萨埵观想好观想好了以后呢然后在金刚萨埵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从无始以来的这些罪过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忆，但是呢这一生当中我们所造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这些罪过无论是杀盗淫妄什么样的罪过都一样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向金刚萨埵这个忏悔就是要这个不隐瞒，也就是在金刚萨埵的面前发露全部说出来就是这意思
这是第二个这个步骤。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昨天讲过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呢，我们对这些过去的这些罪业就是深深的感到惭愧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惭愧的心，惭愧后悔这些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呢，在惭愧心后悔心以这样子的心态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罪过就像金刚萨埵这个法路要全部不隐瞒的全部讲出来这样子，这是第二个步骤了。然后第三个步骤的话，那我们就是下定决心然后呢我以后不再造这样子的罪那以后不再造这种罪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我们确实是完全可以从今以后就完全可以彻底的断掉再也不会去做这个，有一部分只有一部分。那另外的一部分呢，只能说我们尽量但是呢，我们也不敢保证从今以后不再做那无论怎么样这两个都是这两个决心一个是彻底的不做断掉另外一个呢，从今以后一定这个尽量的断除那么这个也算是一种决心，也是一种决心。那么这两个呢，就是叫做恢复力第三个步骤了。然后这些都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开始持咒，就是念这个金刚萨埵的咒念百字明。那百字明念百字明的时候呢，我们昨天讲过了，就是观想这个金刚萨埵心口心间的这个咒轮然后这个咒轮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咒轮这个是这个我们观想的时候这个咒轮是不需要转动的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不需要转动但是观想的方法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观想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念百字明。那念百字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百字明当做一个祈祷这个金刚萨埵的一个这样子的词来念然后通过百字明我们就是非常虔诚的心就祈祷金刚萨埵。然后呢，祈祷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百字明的100个字滴甘露冲刷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罪过等等这些都已经讲完了。那么这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就是最后就是这个叫做对治力这样子以后呢，4个对治力就圆满了4个都圆满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一个修法。那我们观想的时候念咒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观想这么多可能是很难但是没关系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念咒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去观想金刚萨埵有些时候边观想金刚萨埵边念咒。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观想这个咒轮就观想这个咒轮，然后呢边观想又边念金刚萨埵的这个百字明有些时候呢滴甘露然后呢冲洗我们的这些罪过等等，观想这些这样子轮流的就可以如果不能一下子观想这么多的话，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这样子。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认真比如说我们就打坐的时候很散乱不专心不认真时间就2个3个小时但是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如果我们专心的去修的话，时间虽然是没有那么的长，比如说1个小时半个小时但是呢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质量效果，这个是特别好的。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出离心这些呢修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但是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修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个数量
完成了多少，但是呢，我们的罪过就清净了多少啊？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没有办法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这些4个对治力啊，都专心的、认真的去做啊，专心认真的去做，这样子就可以了。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要这个上面大家一定要努力，这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的这个安排的这个时间呢也就比较合理我们1天1个小时用1天1个小时，那么1天1个小时以这个进度念，那么我们1天1个小时来算的话那就是我们可能是需要9个月到10个月的时间9个月到10个月的时间。如果是闭关1天是8个小时，像上班一样的去闭关念，那就是需要30多天的时间1个多月那么每1天1个小时，这样我们平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只能1天1个小时左右。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9个月10个月但是呢，实际上就可能比这个9个月10个月实际上呢还要快一点，因为我们每周都有公休应该是大家都有公休。那么公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安排一点时间，大家一起打坐，然后就念咒大做念咒。那么我们公休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课可以听然后呢讨论这些呢也不是很多我们有些有疑问的地方呢大家讨论一下交流一下，然后呢大家去打坐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的话呢，每周有一个公休，那这个公休的时间呢可能是就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那这个全部加起来的话呢，那我们实际上就是不需要9个月的时间，可能也就6、7个月7、8个月但是我们一般是安排这个9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下一个就是无家行里面的第4个就是这个曼达拉的这个修法了。那么曼达拉的修法呢，我们可能是8个月9个月以后才开始讲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念这个金刚萨埵。因为这个金刚萨埵呢我们不能这个匆匆忙忙的这个因为金刚萨埵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修法当中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一个修法还有一个呢，我们到时候把5个加行全部修完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建议我们很多人重新修这个，一个是金刚萨埵，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菩提心这2个无家心当中的这2个，我们到时候也有可能如果我们呢就修第2遍第3遍全部的无家心呢，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可能我们不一定大家都能够做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就可以比如说无家心当中的金刚萨埵的修法和菩提心的修法，我们再补充一下，这样子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念咒就需要这样子的时间。然后每一天比如说我们用1个小时的时间去念咒的话，那就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那这个它本身这个修法里面呢，它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打坐打1个小时，那么1/3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的时间去观想但是观想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念咒但是主要是观想。如果是念咒和观想没有办法同时进行的话那就是先不念咒先观想，然后呢剩下来的2/3的时间，也就是40分钟的时间念咒。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念咒的时间呢只有40分钟了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时间就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呢，我们虽然这个
虽然它的要求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呢尽量的先一个在稍微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当中去完成这个观想这些。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了，这开始这个修这个金刚萨埵的在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专门去观想这样子以后呢，后面呢可能这个观想方面呢，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是一个短的时间，5分钟、10分钟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观想观想完了以后然后在后面呢念咒的时候呢需要观想这个并不是不需要观想，但是呢刚才讲过了，我们一边念咒，然后呢一边观想这个是这样子是可以的。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10万遍10万遍这个百字明念完，然后呢同时呢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金刚萨埵的百字明呢，也是念这个咒的时候呢，也是有具备这个4个对治力我们不能说从头到尾一点都不散乱，这个是没办法做到的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是有这个是比较专心的比较认真的去观想。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完全可以说我们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罪过都是可以得到这个清净的比如说杀盗淫妄等这些普通的一般人就容易犯的这样子的罪过还有就是比如说居士戒菩萨戒、密乘戒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反正我们截至现在为止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罪业都是可以清净的这个是佛经里面呢在反复的提到过昨天我们也讲过这个呢，我们可以这个佛经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完全可以这样子理解它也没有什么了义不了义的这样子的说法那这个就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个修法好，这是我们这个下一步怎么去念咒念咒的同时怎么去观想就是关于这些方面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这个还没讲完的这个内容我们继续讲。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首先我们观想就是这个金刚萨埵的百字明的这个甘露就是进入我们的身体，然后呢通过这个甘露把我们的所有的之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罪过全部重洗洗得干干净净以后呢这些都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观想什么呢现在我们观想这些所有的这些罪过清净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观想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纯洁透明清净的这样子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再观想这个头顶的金刚萨埵的百字明再一次这个讲甘露然后呢这个甘露呢由从我们的头顶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呢我们身体的包括这个手脚的脚趾头手指头都是这个充满甘露满满的这个甘露，比如说这一个玻璃杯灌满了牛奶一样，就是内外都是清净的就是观想为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观想的时候我们在观想金刚萨埵就是告诉我们金刚萨埵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可以观想金刚萨埵我们开始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观想把金刚萨埵观想为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的，这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不高兴的这样子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观想金刚萨埵笑脸然后就是很高兴的这个样子我们观想成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第二次将甘露充满这个身体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观想我们因为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百子明的这个甘露甘露呢，我们昨天讲过，实际上这是金刚萨埵的这个智慧。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智慧，我们观想我们得到了4个观定4级观定4级观定，比如说宝瓶观定秘密观定、智慧观定、具义观定，就4个观定那我们大家观了定的大家应该基本上就是知道这个4个不同层次的这个观定大家应该就是可能是大概的知道。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观想我们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甘露，我们现在就是获得了4个观定这样子我们如果观想的非常的认真观想很好的话，这个跟实际上真正的观定是一样的有一样的这个效果。比如说我们犯了密乘戒那犯了密乘戒以后呢，我们忏悔以后我们再次的这个受这个密乘戒密乘戒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允许这样受。那再受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假设找不到某一个上师某一个人给我们管的话那我们就是观想金刚萨埵观想金刚萨埵，我们就是通过这种观想的方法来受这个观定然后就完全可以恢复我们的这个密乘戒完全是可以恢复这个密乘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观过顶的话，那第一个顶呢就是一定要由上师来给我们观上师给我们观然后只要有了这个第一个观定以后呢其他的观定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子的观想来观那这个观想的观定通过观想我们获得的观定和这个上师给我们观的定实际上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观想就我们获得了这个4种观定4种观定然后这个4种观定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得到了4种观定，就是通过这4个观定清净了4种这个障碍4种障碍。那4种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叫做业障业障呢就是我们杀盗淫妄等等的这些罪过叫做业障然后就是烦恼障烦恼障就是比如说我们内心当中的贪嗔痴等等各种各样的烦恼也是一种障碍这叫做烦恼障然后第3个呢，所知障所知障呢它虽然不是这个很明显的糟糕的这种烦恼但是呢它也是一种障碍，它对我们的这个成佛是有一定的阻碍那它主要是它的本质它的性质是无明这个就是一个细微的这个障碍然后最后一个这个障碍呢，第4个障碍就叫做习气习气障。习气呢就是我们的传习的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障碍就是第一个业障业障呢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去容易犯的这些杀盗淫妄很粗大的这个障碍。然后就是烦恼再以后呢就是这个所知障。然后最后的这个障碍最后的障碍呢是非常的细微的非常非常细微的。那么这个
这个烦恼，这个非常细微的这个烦恼啊，是烦恼的传习啊，就是一种很细微，就是跟我们的阿赖耶识有关系啊。平时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不太容易感觉得出来啊，但是呢成佛啊，对成佛有一定的这个阻碍啊，所以这个叫做习气传系的这个障碍，这个是最后的时候断掉啊。那我们现在呢，当然实际上是不是断掉了，这是我们观想而已啊，观想而已。那这观想有没有用呢？实际上是没有断掉。那我们这样子观想有用吗？有用的啊。这个观想呢，也是一种缘起啊，一种缘起。这个观想也有一定的帮助。虽然当下还没有断掉这个4个障碍啊，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修心和真实的断除这些烦恼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就是要这样子的这个观想通过获得了4种观顶，然后呢清净了4种罪业然后第3个，我们在观想，我们得到了佛的四神佛的四神的这个国位四神是什么呢？平时我们讲3神法神然后就是宝神然后最后就是化身，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4神在密法里面呢平时都是讲无智慧和4神，4神无智慧是密法里面平时都讲。那4神第4是什么呢？叫做这个本体身本体身。法身和本体身有什么差别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佛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是佛心。那么这个佛心它是光明佛心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佛心有2个部分一个是光明的部分，另外一个呢佛心的这个空心的部分。那么这个我们分4个4神的时候4神的时候呢，这个光明的部分就叫做法身法身。然后这个光明的另外的一面呢就是空心。那这个空心的部分呢就叫做这个本体身本体身。那如果我们讲3身讲3身的时候呢，这个光明和空心是不分开的，这2个的这个综合就叫做这个法身但是现在多了一个这个本体身的时候呢，就把这2个分开了分开光明和空心分开了。光明的部分呢就叫做法身然后呢空性的部分呢就叫做本体身实际上呢跟这个3身和4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观想我们现在通过金刚萨埵的这个甘露甘露就获得了4神佛的4神的这个国位国位。那国位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就成佛了？还不是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获得了一个，通过这个修法就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播下了一个让我们将来很快能够获得佛的4神的一个，播下了一个这样子的种子或者是说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能量这个能量现在就储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就是这实际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是真实的我们如果观想的很专心很投入，这样观想的话，确实是我们通过这个观想，我们会获得这个将来很快就能够让我们获得佛的4神的这样子的这个能力能量
啊，或者是这个力量啊，这个我们现在获得了啊。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呢啊，就是获得了一个成佛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就是通过我们的未来的这个修法就很快的成熟了以后呢最终是真正的最终呢就不是一个能量，最终是真实的这个成佛这个都要观想大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观想另外一个呢就是四种智慧获得了四种智慧。那四种智慧呢就是简单的说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这个学迷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详细的可以去学。现在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的深入这个就是因为以后的学习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就是大概的去观想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那么这个四个不同的观点就有四种智慧我们现在观想这个获得了四种智慧这样子。那这样一共就是一共是首先是四个观点然后呢通过四个观点这个断除了四种障碍，然后就是断除四个障碍就获得了四种智慧然后呢也就得到了四神佛的四神的这个能量或者是种子这个我们就要的一个一个的观想那么这些呢这是我们心里怎么去想就可以了，简单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就这么去想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佛的四神还有这个四个观点呢，还有这个通过四个观点所得到的四种智慧这些我们都不是很理解的不是很透彻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修加行这个我们实际上这个修法这些是我们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就顺便要观想一下，但是重点就不是这些了，重点是这个忏悔，我们的重点核心的修法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四个对治力四个对治力，如果我们把这个四个对治力做好的话那这些观想呢简单的观想一下就可以听起来这个很多的内容很复杂，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观想的时候这不复杂的简单这么观想就可以了这些。然后这些我们都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最后我们再观想金刚萨埵现在我们刚开始观想的时候呢，就观想了一个很严肃的金刚萨埵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罪过基本上就是清净了，然后也就得到了这个佛的加持观定，这样之后呢金刚萨埵我们现在就是观想金刚萨埵面带笑容他也就高兴了，因为我们忏悔做得不错这样子观想。然后呢金刚萨埵告诉我们就是善男子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罪过到此就是全部清净了就是金刚萨埵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自己观想的实际上。然后呢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这个金刚萨埵的这种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观想金刚萨埵这个说完这句话以后呢，然后就融入到我们的身体就融为一体。那这个是之前我们之前呢，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罪过还没有清净，所以我们没有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罪过都清净了。那清净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只是密法的最基本的这个观点我们跟金刚萨埵或者是我们跟佛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别。那本质上是没有差别，但是呢我们现在唯一有一个差别呢，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佛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这个跟金刚萨埵是一样那么这个不知道
啊，那这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无明啊，这个是无明。那么有了这个无明以后呢，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的烦恼，贪嗔痴啊，这些烦恼都会有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金刚萨埵啊，是我们的本质就是跟金刚萨埵啊是一样，或者是说我们通过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啊，我们把这些罪业清净了以后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已经明白了证悟了金刚萨埵，就是跟我们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完全可以观想，把金刚萨埵融入我们的身体，然后呢，也就是说，当下我们自己就变成了金刚萨埵啊。这个金刚萨埵的后面的这个观想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就观想为金刚萨埵啊。这个之前我们前几天观想的时候就讲过了啊。我们把金刚萨埵观想在我们的头顶观想在我们的头顶并没有观想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或者是我们把自己观想金刚萨埵都没有啊。那现在呢，观想这个金刚萨埵观想为金刚萨埵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这个观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透明的、干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观想这个中脉中脉，身体里面的中脉，还有这个头顶、后肩、心肩的这些脉轮也要简单的，大家可以观想一下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慧灯之光还有就是看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还有就是对，那我们就是这个就不一定要观想得很清楚，我们心里就这么想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的正中间有中脉，然后呢头顶、后肩、心肩都有不同的脉轮就这么去想简单的用我们的意识去想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看佛像观想的不需要那么的清楚。如果以后我们修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的话那这个时候呢需要观想的清楚一点。这个是现在我们在修这个加行的时候这个不需要这个那么清楚但是要就是心里面去想用我们的意识去想一下可以。好，这些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了以后把自己观想金刚萨埵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观想我们现在我们就是金刚萨埵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心间这个位置，然后又观想一个很小很小的月轮这个跟我们昨天讲的这个金刚萨埵心间的这个就是百子明的下面的这个月轮是一样观想一个很小很小的月轮。然后呢，这个月轮上面呢，我们又开始观想这个字这个时候呢，观想的不是百子明就观想嗡巴兹萨埵吽这几个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观想金刚萨埵的心咒。然后金刚萨埵的心咒呢我们观想的时候月轮是平面的平面的，然后呢字是竖立的站立在这个月轮上面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3D 的这个周轮是一样。那么中间是红嗡巴兹萨埵吽的红然后这个红是蓝色的红，然后红的前面就是嗡白色的嗡嗡巴兹萨埵吽的这个嗡然后这个右边就是顺时转这个是不需要转动，但是呢我们派这个字的时候呢，先是嗡这些字都是这个字的这个正面都是往里面的朝里面的然后这边是这个嗡班字班字是观想就是黄色的然后呢后面呢这个月轮的这个后面呢观想萨嗡班字萨就是红色的萨红色的萨。然后这个左边我们的左手，我们这样子观想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观想者的左手这边
那这边呢是这个嗡班子萨多红的多多绿色的绿色的多那这样子以后呢，中间就是红，这样子以后就嗡班子萨多红就这几个字就观想在这个舆论上面。那这个我们观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开始念这个嗡班子萨多红那么我们到底是念嗡班子萨多红还是念百字明呢？当然是念百字明百字明，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一座当中百字明念的差不多了，我们要到开始这个结束这个时候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才观想这些那这个前面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念这个百字明，然后就是观想这个降甘露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这些了。那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再观想，把自己观想金刚萨埵，然后就观想嗡班子萨埵吽，然后再念一下这个嗡班子萨埵吽这个时间就不需要太多了我们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就是5分钟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念一念这个嗡班子萨埵吽这个也不一定是5分钟大家可以自己安排反正这不需要很长时间。主要的最核心的是这个百字明和这个观想金刚萨埵，还有我们的最关键的就是4个对治理4个对治理，然后这个观想这个百字明，然后观想百字明这个降甘露只是用这个甘露来这个冲洗我们的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罪过，那这些才是核心这些就是核心。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绝大部分的时间就要花在这个上面用来就是观想这些。那后面的一部分的时间一小部分的时间，然后就观想这个嗡班子萨埵吽然后呢再念一下这个嗡班子萨埵吽这样子。然后念嗡班子萨埵吽，我们观想的时候呢那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这个嗡班子萨埵吽，我们就观想发光发光。那百字明的话呢是不需要发光的但是降甘露这样子。然后嗡班子萨埵吽呢是没有观想降甘露但是要发光的发光。发什么光呢？发这个每一个字它自己同样的颜色同样颜色的这样子的光五种光发光。那么这个光的这个上段光的上段就是我们观想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品各种各样的供品，供佛的各种各样的供品，然后用这些这个供品供养十方的佛菩萨十方的佛菩萨。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供养了以后呢，这些光又把这个十方的佛菩萨的智慧，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和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就是以这个光的形式然后就回到我们的心间就融入这个嗡班子萨埵吽那么我们就观想我们获得了诸佛菩萨的智慧和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这个是密法里面的常用的一个方法发光这一个。然后呢，另外这个结束了以后呢，再发光再发光的时候就不是供佛了，再发光的时候呢这个发光照射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然后呢以这个光就是遣除所有众生的痛苦清净了所有众生的这个罪业这样子观想那么我们平时这个讲这个密法呢它叫做这个金刚乘金刚乘。那为什么叫金刚乘呢？因为平时我们这个比如说有些显宗的
第三转法轮这样子的非常深奥的这些显宗的这个佛经里面呢，很多时候也会讲比如说像维摩诘经呢这样子的佛经里面也会说，我们众生实际上就是佛，我们的烦恼它的本质是智慧就是有这样子的内容，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现在我们怎么样这个就发挥既然我们现在就是佛的话，那我们有没有现在就是用一种方法用这个来就发挥这个佛的作用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法呢？它没有这样子的修法，只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理论那么密法里面呢，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佛，但是呢，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个修法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我们经常在这个佛经当中会看到佛很多时候就是佛的心间，或者是佛的身体的各个的部位发光，然后这个光就是邀请十方的菩萨或者是供养十方佛菩萨或者是佛发光，佛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光，这个光就照射了这个某一个地狱的众生或者恶鬼的众生然后牵出了他们的这个痛苦佛经里面经常都有这样子的记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把自己观向了金刚萨埵了那真正观上了金刚萨埵的话，那金刚萨埵的这发光也可以像佛这样子也可以这光可以供养佛，然后这个光也可以这个牵出众生的这个痛苦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一个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是不是我们真是供养了佛了？我们是不是真是这个解决了这些六道轮回的痛苦呢？实际上还没有还没有。但是呢，我们成佛的时候是可以这么做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模拟这个当时成佛以后的佛的这种度众生的这种实业佛的这种实业，我们所以就是现在也就这么观想那这个是有用的。虽然现在不是成佛了，但是呢到时候真的成佛的时候是可以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是模拟那我们的这个一个是观想的能力，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发心的能力。那这种观想对我们积累福报是有帮助的积累福报是有帮助的，只是我们是观想而已。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我们真正我们的心口发光供养诸佛菩萨，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观想我们可以积累福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有这样子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这样观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佛成佛了以后呢，佛心间发光，然后这个光真是把地狱众生的痛苦给解决了或者是某一个众生的痛苦真是实际上解决了。佛成佛以后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呢，但是呢我们也就是希望拥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也就是模拟佛的这个度众生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我们以一个菩提心的基础上就牵除众生的这个痛苦，解决众生的痛苦。那么这也是一种就是利益众生的一个准备的工作至少是一个准备的工作，所以呢也有功德的那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呢也要观想这个光是发光上光往上发光供养诸佛菩萨往下就是牵除众生的痛苦这样子两个然后这些我们把这个观想全部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观想我们这个光就是因为这个光照射了六道轮回的时候然后呢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都变成了金刚萨埵
金刚萨埵。那么现在呢，我们最后的时候呢，观想这个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了金刚萨埵的插图然后呢，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天下的所有的生命都变成了金刚萨埵，各种各样的金刚萨埵。那么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普通的人了，都变成金刚萨埵大家一起念这个金刚萨埵的咒就是最后就这么观想最后这么观想。这些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先前完全这种观想的方法，实际上真正能够先前的是八地的时候，八地菩萨的时候了八地菩萨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呢，真的会变成金刚萨埵的这个插图，或者是某一个佛的插图然后呢，八地菩萨他看起来他看到的这些众生不是像我们这样六道轮回的众生凡夫，那他看到的都是佛菩萨。然后从八地开始，再往上一步一步的十地成佛的时候呢，然后佛看到的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佛的坛城这个世界宇宙是佛的坛城。然后呢，所有的众生是佛和菩萨都是佛的这个三身，佛的坛城除了佛的坛城除了佛菩萨以外在他们的世界里在佛的世界里，也就是在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没有不清净的，没有不清净的，不存在不清净的世界不存在这个不清净的众生八地以上就开始真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不可能，实际上不可能真实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模拟。那这个模拟到底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快速的能够达到这个八地菩萨的这种境界对这个是有用的我们现在就模仿模拟就是观想这个都是清净的虽然现在不是清净，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减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执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清净的执着不清净的执着就稍微减少。至少理论上学了密法以后呢，我们理论上跟禅宗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学禅宗的时候学中观的时候呢，我们无论是实际上证悟不证悟我们理论上知道这个万事万物都是空性，都是如幻如梦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万事万物现在就是佛的坛城只有像维摩诘经这样子的部分的个别的这个禅宗的佛经里面呢，在理论上有些时候就简单提一下但是呢也没有提供一个真实的修法也不会很强调那密法呢就不一样了。密法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用我们的感官看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就当然不是清净的我们的感官看肯定是不清净的我们的这个感官呢，能够看到这个人的世界看的是人间，而不是地狱，而不是恶鬼，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去修这个升起次第，然后呢修圆满次第，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感官它会有变化的尤其是我们的也不是感官的变化，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感官去认知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这个八识眼耳鼻舌身阿赖耶识，就是他们的变化通过他们的变化，当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修法就改变了这些
视觉、听觉这样子以后呢，因为视觉、听觉、触觉这些东西有所改变，所以世界就会有变化世界就会有变化。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这个世界在我们的面前，它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我们的眼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完全是以我们的感官来决定我们的感官来决定。实际上，感官呢也不是这个物质的结构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物质的感官去感受外面的世界的这个内在的精神实际上就它来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完全是它来决定那么它因为我们造了很多的业然后它就变成非常的糟糕。这样子的话，那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像地狱恶鬼他看到的世界就是非常的糟糕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本身糟糕，而是它就因为中度污染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么糟糕，所以在他眼里呢，世界就变成了地狱了，世界就变成了恶鬼了，这样子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法逐步的这个我们的内心的这些烦恼刚才我们讲的4种不同的这个障碍逐步的清净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世界就有变化。那实际上不是世界的变化是我们的内心的变化。我们的内心变得清净了以后呢，八地菩萨他为什么看到的都是佛的坛城为什么那么清净呢？那就是因为他的内心的变化。所以呢，他的烦恼，大部分的烦恼，就刚才我们讲的4种这个4种这个障碍当中八地菩萨呢，他就只剩下了最后的一个，他只剩下最后一个。所以呢，他这个之前的，比如说业障烦恼障，还有就是所知障的很大部分全部得到了清净所以他的这个内心已经是非常的清净了，虽然还没有佛这样，但是已经非常清净。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清净的那么八地菩萨的看到的这个非常清净的世界和地狱的众生看到非常不清净的非常糟糕的这个世界，这2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世界它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主要是内心的变化内心的变化。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白天这个很焦虑然后就是压力很大，特别不开心的话，那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经常做噩梦经常都会做噩梦。那么我们为什么做噩梦呢？就是因为我们白天有太多的压力焦虑不开心呢，所以梦境就是变得这么的糟糕如果白天这很开心，没有焦虑，很幸福这样子的话，那很少做这样子的噩梦就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观想这样子的这个情境是有帮助的我这种方法，我们现在刚才讲了，我们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金刚萨埵，我们只是观想而已实际上我们现在睁开眼睛一看，不是这样子只是我们的意识是这么观想的。但是这个意识的这样子的观想也有帮助帮助有什么帮助呢？就是让我们对这个不清净的世界的这种执着减少这个执着然后呢，同时也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本质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本质可以是金刚萨埵可以是这个佛的刹土那么我们就是这种历练我们逐步的就接受了那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呢，这都是有帮助。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学这个密法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的它的这个密法的这些每一个观想啊，每一个观想，每一个环节，它都有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些这个作用。那么它为什么要这么去观想？这么观想，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这些都是这些仪轨里面呢，一会儿让我们观想一个金刚啊，一会儿又观想一个什么字呀？那当然不是随便让我们观想这些啊，这都是有道理的啊。我们现在就是修这个修加行的时候呢，不需要这个学太复杂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去观想，原理是什么简单的要给大家说，否则的话我们的观想一会儿有我们观想金刚萨埵啦，一会儿有所有众生有观想金刚萨埵等等那么这为什么呢？我们到底是不是金刚萨埵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疑问，如果有这些疑问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就是成为一个我们的修心的一个障碍所以呢，就是简单的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原理呢就是这样子的原理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观想金刚萨埵，然后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观想为这个金刚萨埵，然后呢观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念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念多长时间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可以自己决定就不需要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这个前面有观想的时间然后后面有念这个嗡巴兹萨埵吽这些时间如果长的话呢，中间没有多长时间念这个百字明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前面的这个观想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也不要太长时间那后面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呢是这个修法呢这个修法呢要修我们要去观想但是呢也不需要太长时间这样子。好，最后呢我们开始这个修法，整个的修法开始结束的时候，那开始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起坐了开始起坐的时候呢，我们在观想这个金刚萨埵的世界，或者是佛的这个插图整个的外面的佛的插图呢就是融入就是这个金刚萨埵。我们刚才金刚萨埵就是把自己观想了，金刚萨埵就是融入了自己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外面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投影内心的投影。那么这个内心的投影因为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种子善的恶的各种各样的种子，所以我们外面的这个世界是变得非常的复杂但现在呢这个投影就开始就收回来就这意思就是我们观想这个世界就是融入金刚萨埵，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自己观想金刚萨埵了融入自己了。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在观想这个月轮上面的这个字嗡巴兹萨埵吽就观想我们把自己也就变成光前面我们观想的时候这个世界变成光，然后这个光就是融入这个心间的嗡巴兹萨埵吽观想我们自身然后呢在第二个步骤呢，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已经观想金刚萨埵了那金刚萨埵呢又变成光，然后就融入这个心间的这个周轮周轮就是嗡巴兹萨埵吽然后呢这个周轮呢也有一个顺序先是从嗡开始嗡巴兹萨埵吽嗡融入班字班字
就融入到后面的萨啊，萨融入到这个多，度最后就融入啊，都是一个一个的变成广，然后最后呢都变成了都融入到中间的这个轰字啊，中间的这个轰字，然后呢，中间的这个轰字呢，也就从下面从下面这个字的下面开始变成广变成广，最后就是往上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红字上面有一个圆圈这个就是除了这个圆圈以外全部都变成广，然后最后呢这个光都融入到这个圆圈然后圆圈的上面呢我们平时这个嗡巴兹萨多红，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写的这个上面呢有一种符号有一个弯曲的一个符号这个圆圈的上面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南达南达就是梵文里面的一个字南达，那么是一个非常细微的意思非常细微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这个物理学当中呢，比如说一张桌子然后是分子，然后是原子、电子，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能量都变成了能量一样。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变成光融入金刚萨埵，然后金刚萨埵又是这个字，然后这个字呢一个一个的，最后就是融入到中间的红字，红字又从下面往上变成了这个光，最后呢这个光就融入到圆圈，最后这个圆圈呢这个圆圈呢上面有一个弯弯曲的一个符号这个叫做南达，那就是最后就融入到这个南达然后呢这个南达呢最后也就是融入到虚空当中融入到虚空当中，那最后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最后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佛的插图全部融入在这个虚空当中然后就是一片虚空整个这个世界就是一片虚空全部都融入到这个法界当中。这个虚空呢就叫做法界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金刚萨埵的插图以及金刚萨埵所有的字最后就是变成了最后融入到这个虚空当中。这个虚空呢是什么呢？就是佛的法身这叫做佛的法身然后密宗密宗呢它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这个它的表达的方式呢完全是一种艺术的方式表达，这个叫做符号艺术全部都是他写出来的画出来的这些佛像等等，还有这个佛的手里面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种符号这个每一个符号的背后就有一种内容一个很深奥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法界那么它用什么样的东西来表达呢它的符号是什么呢？昨天我们讲过这个普贤王如来深蓝色身体没有衣服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首饰项链耳环什么首饰都没有那么它为什么是一个这样子呢？这我们昨天讲过了就是因为这个法界最后的这个法界最后的佛的法身实际上是没有颜色没有方向没有形状反正我们能够想出来的这些什么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像六祖坛经讲的一样，或者是像金刚经讲的一样都是一个不可说不可言因为我们的语言就到这个时候它就完全失效了，它就表达不出来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的意识可以去想我们的语言可以去表达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就已经是超越了我们的意识
所能够思维的这个范围，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语言能够表达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只能感受只能体会，只能体悟但是没有办法去形容没有办法形容我们找不到一个这个适合的这样子的形容词没有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语言当中，任何一个民族的这个语言当中就没有一个适合形容这个状态的这样子的形容词。所以就是说佛经就说不可思不可言就这个原因。虽然是不可思不可言但是呢我们证悟的时候呢那我们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不可思不可言的东西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是谁知道的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意识吗？那个时候是谁知道的呢？那不是我们的意识知道的，是我们的意识的本质，就是佛心或者是智慧。这个佛心他就感觉到了感受到他自己的本质这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做自知自明自知自明，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本来面目就是有很多很多佛教的这个词汇各种各样的词汇来形容最后呢这些无数个这个词汇表达的形容的都是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无数个这个词汇实际上都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它只能简单的模糊的象征性的就是说实际上它是没有办法这个表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去证悟自己去证悟。这个我们平时也就讲我们渡这个河的时候呢需要船那渡过了以后呢那这船就不需要了不需要这个船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同样的，我们通过语言就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但是这些明白道理以后呢，真正的最后的证悟呢就是需要智慧。所以那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加性和无加性通过无加性把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些所有的障碍通过金刚萨埵的修法把这些障碍都清净了然后就是在下面呢有这个曼达拉的修法来积累福报然后再下面就是上师瑜伽，我们就获得上师的加持。那么这些全部的这些条件具备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是我们的语言是不可以没办法表达但是呢我们内心深处这个感觉到感受实际上感受这个词也就是也就是不合适的，它也不是一种感受但是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词就只能讲我们体会感悟或者是证悟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的最后的这个证悟，我们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达到了又怎么样呢？这有什么用呢达到了这个目的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就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然后当下就我们的烦恼就开始这个断掉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执着很多烦恼在我们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呢通过这些通过这些文字还有通过尤其是这个证悟那么这所有的烦恼或所有的这些执着只要我们有了这种感觉以后，它都开始松动开始动摇松动，然后最后呢这些烦恼都会瓦解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目标了，这是一个目的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些烦恼全部瓦解了以后全部瓦解全部清净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佛心就会出现。
佛心出现了以后呢，佛心它本身它原有的很多的佛心它本身的很多的功能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了啊，这个时候可以发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发挥呢？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烦恼啊，就是遮盖了这个佛性，所以它是不起作用的，不起作用啊。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起作用。那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那就是佛的啊，这些度化众生的啊这些作用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修行的目标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目标啊。那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现在虽然还不可能达到这样子的目标，但是呢我们也就是就去观想啊，去观想啊，去模仿佛的这些度众生的这些方法啊，那这也是有用的啊。我们目前能做到的啊，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些了。那现在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意识去观想啊，但是呢，最后呢不需要这样观想，最后就这个观想呢变成一个真实的啊，最后就是观想变成真实的。那现在我们刚刚走这条路啊，就是在这条路上面才走一步都还没有走好啊。那这个时候呢，只有我们的意识去想啊，这个叫做观想。最后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佛的坛城，就是融入到这个法界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心就平静下来就是不去思考任何事情也就不去观想任何事情就是平静如果是证悟的人，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停留在这个证悟的境界当中。然后还没有证悟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这样子可以停就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这样子。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又开始我们内心当中又开始产生杂念的时候开始产生杂念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把观想这个世界是清净的整个的所有的这个众生是金刚萨埵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回向然后就起坐然后就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那这个之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然后呢，我们念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平时有几个是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每一天无论是这个修金刚萨埵的时候，或者不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一样，每一天至少念21遍这个百字明那21遍百字明呢，什么时候念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有给别人说话之前就念21遍就是念21遍这个百字明。那这个21遍的百字明有什么用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念了21遍的百字明的话，它就会控制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罪过的增长那罪过会不会增长呢？会增长的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某一天就造了一种业，那么最后还没有忏悔之间这个之间呢，它一直都会增长的罪过也是这样子，或者是我们行善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行善做一件好事然后这个好事我们回向了这样以后的话呢，那这个回向以后呢这个善福报它也会增长的它也会增长所以这个善恶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每一天就念21遍金刚萨埵的这个百字明的话，那它就控制了就这个罪过虽然不是本质上就清净但是它不会增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我们每一天大家都要念早上念，没有说话之前念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这个百字明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是什么呢？我们比如说我们造了某一件罪过不管是什么样的罪比如说犯迷城戒这个居士戒或者是我们普通的这些造罪任何一个罪都是一样造了罪我们发现了自己造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就是当时或者是当天就念这个108遍这个百字明这不多就是一下子就念就是在一下子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地方就念108个8遍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百字明，然后同时呢也要具备这个四个这个对峙力4个对峙力，具备4个对峙力的这个前提下，然后我们念108遍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百字明的话，那任何一个罪过当下就可以忏悔的忏悔的清净忏悔的干净的，这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杀盗淫妄什么样的罪过，就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时候方便的话我们就是念108遍，如果当下不方便，那就是当天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就这样子念108遍百字明然后这个罪过就完全可以清净了，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那就是我们这一次修无家性的时候需要念的这个10万遍10万遍，然后最后一个1万遍的这个补充一共是11万遍。那这个10万遍就尽量的具备这个四个对峙力的这个基础上念，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所有的这些罪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罪过都可以完全可以清净完全可以忏悔的。这个是佛经尤其是这个密法的很多的虚部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一点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所以这三个一个是每天的21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需要的时候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这个108遍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11万遍那这三个都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金刚萨埵这一次我们通过这个修无家行修这个金刚萨埵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压力其实也就不会有压力。我们一天就这么1个小时那我们就时间也就已经很长了差不多1年了，就是8、9个月、10个月这样子，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压力。这个我们刚前几天讲的一样，这个我们这一次有机会能够修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一个机会，这是就一定要认识到，这是我们的福报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大家就要认真的对待，大家要用心尽量4个对峙力，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就是4个对峙力，这些都是特别的重要我们刚才后面讲的这些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还有发光还有这个前面讲的，比如说我们获得了4个观定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都没有关系，这些呢我们简单观想一下就可以了，重点就不是这些了重点就是4个对峙力好好的忏悔这一次我们修金刚萨埵的中心核心就是这个了。然后下一次呢，我们把金刚萨埵当做一个本尊或者是密法的这个升起次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修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观想这些才是核心这次呢我们的核心
终点就是忏悔所以这个4个对治力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就认真的修，我们就是从明天就可以开始修了这个非常有意义。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提问交流。丁力上师，我们是北美的师兄，有的灌了文殊大圆满或者是文武百尊的灌顶，但是没有灌金刚萨埵的顶。有的师兄说高阶段的顶可以代替较低阶段的顶，所以可以不用灌金刚萨埵的顶也可以修，请问这个说法正确吗？可以正确。就是以后就条件成熟的时候呢，就灌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专门的顶这样子很好的。那现暂时呢没有这个灌到这顶有其他的大圆满的顶就可以代替的，这没问题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说刚才这个师兄提的问题一样，这个同等的这个顶是可以代替同等的这个本尊的灌顶然后呢高一个级别的比如说像大圆满的顶然后可以这个代替我们的普通的密法的这个灌顶可以代替，但是普通的密法的这个灌顶就不能代替这个大圆满的第一个级别的灌顶是不能代替高一个级别的这个灌顶高一个级别的灌顶呢可以代替同等的和第一个级别的灌顶所以这个是可以的。现场问题，顶礼上师，造了无间的罪、舍法罪的人无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可以通过金刚萨埵念修后忏悔，还可以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可以的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它不会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这个罪过任何一个罪过都不会成为这个障碍这种罪过呢不会成为这个障碍，但是有2个，一个就是谤法罪谤法罪，那另外一个就是无间罪这2个是一定会阻碍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如果这个有金刚萨埵的修法的话那通过金刚萨埵的修法就把这些罪过清净然后再念佛就完全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问上师，我收看过您关于中阴身的直播，请问如何有一个最简洁、最保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因为听经土中说什么都不用修其他的法门，只诵阿弥陀佛即可往生，也不需要念百字明、消业等等。我很困惑的是，若只念阿弥陀佛咒即可，那世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又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这么多方法呢？这比如说只是念阿弥陀佛，然后就是不念任何的，比如说像百字明其他的咒可不可以往生呢？完全是可以往生的这个原则上是完全是可以往生。比如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文思不需要学那么多只要能够虔诚的念佛完全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当下我们是一个对这个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然后就是很用功的去念，特别的虔诚但是呢，这个虔诚可以就保持到多久
这个就不好说了。如果以后我们呢，就是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下，会不会发生动摇或者是我们对这个净土的法门会不会产生一些疑问所以就是我们也需要一点点这个文思是很好的因为有了文思的话，就是以后对这个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或者对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心愿都不会受到动摇不会有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有一点文思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有谤法罪无间罪无间罪呢，平时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造这个无间罪，但是呢，谤法罪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是念金刚萨埵，念这个百字明是对往生是有帮助的所以念，比如说10万遍然后呢再去修净土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刚才这位师兄提到的一样，比如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是有一颗非常虔诚的心然后呢特别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就是只需要具备2个条件一个就是对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是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一个条件第2个条件呢，发自内心的非常的向往非常的向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有这2个条件其他什么条件不具备都可以往生的但是如果这个一辈子都能够维持这2个条件的话，那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非常的好。这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灌了金刚萨埵的4级灌顶以后，可以看网站上标注有密法的音频和文字吗？比如说是僧起次第的修法框架、密宗的基道果、破法的实修法等开示。可以的。金刚萨埵的这个灌顶就是有这个，比如说无上密宗的灌顶，就是有4级灌顶那金刚萨埵的灌顶呢，就是有不同的灌顶，有外密的灌顶外密比如说像东密、唐密也有金刚萨埵的这个灌顶。那这个灌顶呢，这个级别没有这个四级灌顶那么的高那么这个无上密宗里面的这个金刚萨埵的灌顶呢，基本上都是4级灌顶如果有了这个4级灌顶，那么就是这些都可以听也可以修。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我没有得过任何灌顶，修百字明的时候能不能观想4灌顶？观想4灌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前几天头一天讲过如果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得过任何的这个灌顶的话，先暂时我们可以修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一个简单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念嗡巴特萨埵吽或者是念百字明也可以然后呢，下一次得到这个灌顶的时候，就修这个无家经当中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暂时可以这样子。但是观想刚才这种的这些灌顶观想是应该是没问题的。请问上师，这次讲的5加行的金刚萨埵修法，每年金刚萨埵法会念40万金刚萨埵心咒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吗？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法会的时候呢，也有比较简单的这个仪轨仪轨。这个法会时候的仪轨呢，跟这个的修法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但是呢，因为法会的时候的这个仪轨，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仪轨还不知道怎么去修那这个修法呢，因为我们经常修比较熟悉这样子的话，那用这个方法修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也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他还问，观想百字明的时候，
如果仔细观想100个字比较困难，可以只是粗略的观想整体吗？对，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2种观想的方法，一个就是非常仔细的、非常清楚的去观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如果是暂时达不到这样子的这个程度的话，那就是粗略的啊，就是简单的去想啊，也可以的，也是有作用的，有帮助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现场师兄，他叮嘱一定要问。他说他们是一个物流公司，他的厂房仓库里有1000平米的白蚁。白蚁啊，他就说的，请问上师能不能杀掉？怎么处理这个东西？他们可能有人要杀掉它。有人要处理这个事情。那杀生肯定是不能杀了，但是呢，不杀的话也有这么多白蚁，那这个就是非常头疼的事情了。原则上当然不能杀了，对。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子，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啊，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这个有效的方法啊。对，不杀生的情况下啊，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如果有呢，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好了啊。这个我们很多佛教徒啊都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大家要去研究啊，有没有这样子的方法？如果有方法的话啊，大家要分享给大家啊，特别重要。这个现场问题，他说为什么很少看到上一世从地狱或者从天人轮回的案例，大部分都是说的是上一世是人的轮回案例，他就感到比较疑惑。是前世今生的，他说是上世还是谁？他就说的很少看到上一世是从地狱或者是天人轮回过来的。对，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些这样子的案例，比如说佛教的这个律经啊，里面呢有一些这样子的案例，有一些故事。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全世界就发现了非常多的这样子的前世今生的这个案例。那这个当中呢，有少部分的，比如说像动物啊投生的这样子，就是很少的这个案例啊，绝大多数都是人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就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吧，但是主要是因为现在是人的话，因为人啊上一世也是人的话，他可能是比较容易这个回忆可能比较容易记住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恶鬼啊还有就是地狱啊或者天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中间就是有业力的隔阂，就是离得很远，所以就有可能就要回忆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可能是也许是这样子的原因啊。那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上一世的人和这一世的人，因为两个都同样是人类啊，那同样是人类的这个身体的结构，那这个也许啊，因为上一世就离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类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再接受一个这样子的身体的时候呢，这个中间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啊，也许就是比较容易记住啊，这个也是有可能，这个不太清楚了啊。我们目前看到的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人类的这个前世今生的例子，但是有少部分但是这些少部分呢只有在佛经上看到在现实当中呢也比较少。还有一个是现实当中假设是有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论证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最后观想众生都变成的金刚萨埵是透明的水晶般的金刚萨埵，还是像唐卡一样有颜色的金刚萨埵？观想的时候呢，都可以观想为这个有颜色的金刚萨埵，但是呢
观想的时候呢，我们任何时候的观想啊，都不观想这个实体的或者是这个实有的金刚萨埵啊，还是本质上就是要观想像彩虹一般的现而无实有的金刚萨埵。这个任何时候都是要观想这样的金刚萨埵。但是有没有颜色呢？这里面就讲过这些字有这些字也有颜色。然后呢，金刚萨埵五种金刚萨埵也是有颜色的，有颜色，可以观想有颜色的金刚萨埵。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他问为什么医生为别人治病的时候常常会自己感到很难受，然后他说有一种说法是针灸的时候会伤害到一些无形的众生，怎么样才能够利益到病人的同时不伤害其他的众生？不会伤害其他的众生就是除非是就是像寄生虫之类的，如果是用药去打那就会伤害。但是无心的众生，它不就是无心的吗？无心的众生跟这个扎针有什么关系呢？不可能有什么关，扎不到这个无心的众生，所以这个，比如说医生也不一定这个给别人针灸的时候自己难受医生也不一定的。但是如果是有个别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就是可能是医生自己可能是比较害怕扎针那就给别人扎的时候呢，他可能有点难受，可能是这个原因，肯定不是无心的众生这个就是我们想出来的，不会是这样子网络问题，堪布您好，我的问题是净土中有临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即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最后一念是在昏迷前的一瞬间的念头吗？如果最后一念没有念佛，那么在中阴时还有没有机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蒙佛来接引呢？比如说这个非常虔诚的念佛的这种念佛人，那么最后呢，佛经上也讲过了，就阿弥陀佛来迎接。那这个迎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人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断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看到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西方三圣来接引所以这个他的最后的是还没有往生的时候了，人还活着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他人还活着的时候阿弥陀佛还没有来接引就晚了几步那也没关系的。这个中阴的时候呢，因为他很虔诚嘛，肯定是有机会的。在中阴的时候就是这些中阴身的这些非常恐怖的这些现象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会来迎接，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还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阿弥陀佛也没问题的，中阴的时候是可以的。这是网络的问题。顶礼上师，我在上网搜一些五加行的知识的时候，偶然会看到一些诋毁藏传佛教的言论，有一些是说得很确切的说自己跟一些现在非常知名的高僧大德学密法的时候发生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把密法说得很恐怖。这些言论真真假假，让人觉得对学密多多少少有一些担心。请问您怎么看待网络上的这些言论？网络上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言论对密法的言论对佛教的言论对大乘佛教的言论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是有。网络上就不仅仅是佛教的言论什么言论都是有了然后呢，尤其是我们去搜这个像藏传佛教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第一个跳出来的呢不是藏传佛教的这些正面的东西第一个搜出来的呢，那都是这个负面的言论。那这些第一个跳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都是花钱买的所以这些是这个就是有这样子的攻击那么那攻击的人呢，这些攻击的人呢，那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有些人呢
可能他还不了解，他可能是听到了一些负面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呢自己也不太了解啊，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有些人呢他可能是他有其他的别有用心啊，就是也有这样子的情况，那就是也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啊，这些言论当中呢，这些言论是真的是假的呢？比如说某一位高僧大德的问题，或者是某一个寺庙的问题，某一个人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当中呢，肯定也有真的。肯定也有真的，不可能所有学密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这些当中呢，比如说某一个寺庙的做法不对肯定是有这样子的存在某一个所谓的高僧大德的这个问题有问题，行为有问题，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他说是真实的这个密法的一些，比如说他的见解的问题修行的问题呢，那么这些呢，绝对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是他们不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绝大多数网络上的这些言论呢，多数是什么呢？就说密法是什么呢？不是说因为他的这个见解或者其他，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像密法的这个佛像的这个双生的佛像引起的一个佛像的一个这个双修，所谓的双修那么所谓的双修呢，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些人呢就是搭着这个密法的旗号，搭着这个双修的这个旗号，然后呢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这个确实是有的然后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密法，这个就是藏传佛，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藏传佛，佛教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因为有人说这是他搭着密法的旗号，那么很多人也就分不清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是解释过了，这个比如说密法里面呢有没有讲双修呢？有讲双修，但双是什么意思？修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跟我们网上的这个言论他们都以为这个密法的双修就是色情然后呢，很多我们的这些密法的这些分路金刚就是宝利和色情就是密法的内容，那绝对不是这样子那这个肯定不是了。如果是有这种言论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个是不适合真实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学密的人的问题或者是某一个寺庙的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真真假假，这个我们也分不清楚，肯定会有的我看这些网络上的言论呢，可能是这样子。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些人他自己的一些经历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些就搭着这个密法的这个旗号然后呢就是做一些不太合理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些是人的问题了，这个不是密法的问题。那么真正的这个密法的问题呢这个我们要这个应该是要去正面的去看因为这些负面的消息呢也是非常的多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的除了这些普通的人的言论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些早期的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有威望的这样子的我们佛教的大德他们的著作里面呢也会出现一些对密法的一些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呢，它又不是有什么目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可能也就没有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密法做了一些这个判断那么后来就逐步的了解了以后呢那就是也就发现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密法呢，因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外面我们看得到的这些这个佛像还有就是这些佛像的这个佛手里面的这些法器还有就是密法的这个修法的时候他们用的这些法器
那么这些都是跟显宗里面是从来看不到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就非常容易让人就是想起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我刚才也讲过这个密法呢，它真的是一种它的表达的方式呢，完全是一种艺术那么这个艺术呢，就叫做符号艺术全部都是一种，比如说这些佛，比如说佛像有那么多的头，有那么多的手比如说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也有很多手很多眼睛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它就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表达万能就是慈悲用千手去做度众生，用千眼去看六道轮回，它就是要表达一个这样子的意思。实际上并不是说观音菩萨实际上真正有1000个手1000个眼睛呢，1000只眼睛，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但它要表达一个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尤其是密法里面呢它就是完全是一种符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符号，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然后呢这些表达的方式呢就是很让人就是想起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它背后的真正的意思呢，那其实不是这样子它的背后的真正的意思呢，既不是暴力又不是色情它讲的就是跟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基本的它没有超越大乘佛教的基本的思想，比如说空心智慧慈悲实际上它把空心和慈悲用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它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呢？也有原因的。那么这些原因呢，我们先可以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就是简单介绍过这些，然后呢我们以后也可以进一步的学习我想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教徒学密法的不学密法的，大家都有必要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不学密法，我们比如说念佛同样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要去学密，但是呢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它到底这些是在说什么否则的话，因为我们的一些疑惑困扰解决不了那么这些困扰不解决的话，有可能这些就是变成谤法罪有可能这些都变成这个谤法罪那如果这个上升到谤法罪，那就是非常严重了，往生也就不能往生。所以呢我们都有必要去了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对这个网络上的这些言论的看法一般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有些是就是故意去攻击的比如这个我以前也讲过，比如说我们修大圆满的人他们的身体会缩小的那么网络上呢，比如说我们去搜这个红光神红光神的时候呢，那么第一个挑出来的绝对不是这个红光神是什么什么，就是说红光神是假的那么这个我们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了。那么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某一个上师圆寂了以后呢那他们的弟子把他的身体砍掉把这个手这个腿砍掉了以后呢，再把它捆起来说上师身体缩小了什么什么，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有这样子的这个攻击所以这些网络攻击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是总结一下我先归纳一下，就是说学密的人或者是寺庙或者是个人的这些言论当中呢，可能也有真的，可能也有假的真真假假都会有的然后呢就是攻击这个密法的法义就是他的法义的这个部分呢绝对是他自己不了解或者是就别有用心这样子简单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念百字明的时候是一定要出声念呢，还是可以默默念？都可以的出声可以，不出声可以，都可以的，都一样的。好，顶礼上师开始，感恩上师开始。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想
所能的探测人把牛东的你别站那把学家，今个那接网龙这白，这边做连着啊着儿说，我们红板整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红板整个的斑马色的红，我们红板整个的斑马色的红。阿弥陀佛，大家晚安。